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很多小孩子的眼睛，它是不聚焦的，它是没有光的。如果你的眼睛经常没有力量，没有神采，说明你已经丢了你的灵气。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凡是看见一个人的眼睛暗淡、疲惫和乏力，都是内心饱受折磨的人。当你冷静自照，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在提醒你自己，你的心力过度的损耗，你的内在力量极度的缺失，你非常的不开心、纠结、犹豫和伤感，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拼命的向外抓取和比对，嫉妒、恐惧、怕失去，都是折磨着你内心损耗力量的过程。你会发现，最终其实你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失去了你自己最宝贵的能量。那么，如何才能找回我们丢失的生命能量呢？接下来，我将与你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影片有点长，建议你耐心看完，一定能让你感觉能量回流的力量，充满精气神。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有时候你看手机、刷视频，你会感觉全身都很累，没有力气。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是通过眼睛去接触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交换物质的。所以如果你身体感到疲累，最先累的就是眼睛。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恢复身体的精力，那么首先让你的眼睛休息好，你就会很快恢复。所以古人才会说闭目养神，就是这个道理。道家的站桩、打坐都是闭着眼睛的。一个人可以通过整容改变他的容貌，但是眼睛却是永远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眼睛来观察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他的眼睛非常的清澈、明亮、透亮，就像玻璃一样，那这个人的精神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如果这个人的眼睛很浑浊、昏暗，那么可能他这个人的心思就很复杂了。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让能量回流的方法，就是当我们的眼睛使用过度，或者是看到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东西，或者是脑子里边不断的出现妄念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立刻闭上眼睛，把所有的心神都汇聚到自己的身上来，去观想自己的身体，去观想自己的手臂、躯干、头，还有身上的器官。这种能量就会快速的内收，就不会再往对外去放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仔细观察一个盲人或者是一个聋哑人，仔细看盲人，其实他身上带着那种宁静和深沉，他的能量要比聋哑人的要高。在印度，盲人被称为慧眼，因为他的眼睛看不到，他就不会和外界交换能量，也不会去泄耗自己的能量，他所有的能量都是向内收的。老天在关上了一扇门之后，一定会给他开扇窗，他会变得非常的敏锐，对事物的感知力反而比普通人更强。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口意，注意自己眼睛看的内容，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能量。同时也尽量做到精神内收，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方法，经常性的闭目养神。
来滋养自己的能量。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在丢失生命能量，这个能量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用，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往外跑守不住，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能量就在放射，它是以做事看物而丢失的。所以说呢，我们没有收摄，我们要是收摄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就不往外放，我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充足。为什么让大家闭眼睛呢？就是你的能量收回，把眼睛闭上，不要去看那个屏幕，只去听就够了。因为我们人丢失这个能量的同时呢，有很多方式方法丢失的。比如说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一种怒气在消耗我们身体的自身能量，这时候我们大家就会感觉到全身有一种气在爆炸。等到这种气消失了以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很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嗔恨别人的时候，我们释放出的那种怒气，别人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只有我们自己才感受到这种嗔恨。有的人就是恨这个恨那个，恨身边的人，恨人不死，人家挣钱了他也恨。不要去恨，也不要怨言，我们干活挺累，这个工作把我累的，我实在是不想干，我心里边特别的埋怨，这种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能量。我们身体里边本身正能量的东西生下来就不多了，每天就开始消耗，因为我们身体从小慢慢的一岁一岁长大的时候，都是在消耗我们的生命能量。我们的生命能量是滋养我们这个皮囊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大家没有体会到它的丢失，就认为我一天天比一天长大了。实际上我们能量一天天的丢失了，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往回走的时候，每天都在耗，每天都在丢失。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两个眼睛把我们给害了，所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内心呈现的。就打个比方说，男人喜欢美女，他的眼睛就会呈现美女，但呈现的当中，这个美女也是假的，不真实的。因为当下的那一下是很美的，过后以后她会变老。女孩子们呢，想着我要得到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包包，漂亮的跑车，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让你想的当中耗费了你的能量，这些东西都有成住坏空，不是真实的。最后我们说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开始了心烦。烦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得到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时间久了它就旧了，坏了，扔了，所以也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每天都活在怨恨、恼怒、烦恼里边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的身心俱疲。这种俱疲就是疲惫到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我们心好了，什么都好，我们的心清净了，什么都清净了，我们的心安稳了，什么都安稳了。到这个时候我们再开始往回走，不再耗了。往回走的时候要把我们的意识收回来。如果你能消除眼睛的疲劳，你就能消除整个身体的疲劳。
因为它们是你80%的能量。首先，关于眼睛有些事要明白，因为整个静心法门秘诀都依赖于此。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外在看起来怎样，那都是假的，但你骗不了自己的眼睛。你无法塑造一双假眼，你可以塑造一个虚假的面孔，但你的双眼无法弄虚作假。那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看着你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你会觉得被冒犯了，因为他在试图找寻真正的东西，在那个点上你无能为力。你的双眼会揭露真实的自己，所以盯着别人的眼睛不礼貌。即便在讲话时，你也不停地逃避双眼，除非你爱某人，除非某人准备好了对你真实，否则你不能盯着别人看。心理学家观察到30秒是极限，你可以盯着一个陌生人看30秒，不能再久了。如果你盯得更久，你就是在挑衅了，对方立刻开始感到不安。你可以从远处盯着看，因为那样的话没人会意识到。如果你在100步开外，我能一直盯着你看，但如果你离我只有2步之遥，那是不可能的。在拥挤的火车上或拥挤的电梯里，大家紧挨着坐着或站着，你们从不看彼此的眼睛。记住，眼睛是完全自然的，它们没有个性。其次要记住，你几乎只通过双眼进入世界。他们说是80%。那些一直跟眼睛工作的心理学家们说，跟世界80%的接触是通过双眼。你80%的生命是通过双眼出去的，你80%的能量通过双眼流了出去。你通过双眼进入世界。当你累了，首先累的是眼睛，随后身体其他部分受影响了。眼睛首先能量枯竭了。如果你能消除眼睛的疲劳，你就能消除整个身体的疲劳，因为它们是你80%的能量。如果你能恢复眼睛的活力，你就全身恢复了。老子说，在营破抱一，能无离乎？佛说，至心一处，无事不成。要想克服心性的纷乱焦躁，一切修养的法门都是从守一开始的。闭目养神是中华先民养神修心的一种简便易行而又收效明显的方法。传统医学认为，神是人体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称，对心身健康关系重大。内经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神的充好关系到人的壮老，神的得失关系到人的昌亡。养生者当慎养之。一、闭目静心。在日常诸事纷扰、头痛脑胀之时，找一清静之地，正襟危坐，双目闭合，眼睑下沉，调匀呼吸，一手丹田，良久则头脑清醒，心平气和，心静如水，烦恼渐渐消失，进入静谧祥和状态，机体阴阳气血通达顺畅，心理平衡，情绪愉悦，头脑清晰，浑身轻松。二、闭目降气。
凡遇愤愤不平或遭受屈辱，于暴躁难纳之时，要理智地控制感情，离开是非之地，闭目思量，同时用自己的双手食指端轻轻压在眼睑上，微微揉磨，至眼珠发热发胀，便觉胸膛闷塞顿开。三、闭目行乐，在忧郁悲伤、失望空虚、心烦意乱之时，退避静摄，闭目独坐，眼珠上视，神聚头顶，微微仰面昂首，放松思想，尽量默意，想象能愉悦身心的以往得意欢愉之时，即会觉得心神平衡，悲伤烦乱之情就会逐渐消失。四、闭目一迟，当时不如意，若有所失，心中烦闷时，闭目抬头，一想浩渺广阔的天空，你就会精神振作，如释重负，或静立于高处，闭目俯视人间万景，定会使人心旷一池。人生犹如沧海一粟，何堪忧虑，奈何患得患失，庸人自扰。至此境界，就会精神振作，如释重负。五、闭目卧思。人有三种思维方式，第一为睁眼思维形式，第二为梦境思维形式，第三即是闭目思维形式。闭目思维是一种临界思维现象，即卧而不寐，闭目意想连篇。在这种思维状态下，大脑排除了外界的物象干扰，又处于充血充氧状态，如此可促使大脑细胞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以提高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六、闭目消食。吃完饭后静坐休息10至30分钟的时间，再去睡午觉、散步或是做别的事情，这对人们肝脏的保养，尤其是有肝病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当人们在吃完饭后，尤其是午饭，因为午饭吃的一般都比较多，身体内的血液都集中到消化道内参与食物消化，而且有数据能够说明，当身体由躺下到站立，流入肝脏的血流量就要减少30%。如果在行走、运动，血液就又会有一部分流向手足，此时流入肝脏的血流量就要减少到50%以上。如果肝脏处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之中，它正常的新陈代谢活动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对肝脏的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患有肝病的朋友建议饭后闭目养神10至30分钟。七、闭目养气。人活一口气，这气就是心气儿，是精神状态，是活到100岁的动力。感到气不够用，特别是呼吸道感染和哮喘病人，闭目静养以培补元气是十分必要的。八、闭目赏乐。你可以常常闭目听一些自己喜爱的音乐和戏曲，或引吭高歌，或弹奏乐器。优美的旋律可增进大脑活动，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使人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对身心健康十分有益。九、闭目解乏。劳逸结合对人来说特别重要，
当体力劳动累了，或读书看报写字作文疲乏了的时候，不妨闭目静养片刻，这对迅速恢复精力和养生保健都大有益处。10. 闭目释烦。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意思是说，闭上眼睛不但可以养物，而且可以静心，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灾病不生，福气永存。遇到繁杂吵闹的场合，自己不愿看的场面，又不便避开之时，不妨闭目静养，既能洗目清心，闹中取静，消除烦忧，又能偷空养生，何乐而不为？11. 闭目养阳。古人有铺背之乐，适当的闭目静心晒晒太阳，实为养生一妙法。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克劳瑟发现，如果不是严重高血压症，经常晒太阳就能够降低血压。当人的皮肤受到阳光照射时，便会产生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参与人体的血液循环。科学家对2组患者进行观察，一组服维生素 D， 一组接受光疗法。一段时间后，服维生素 D 片的患者血压没有出现变化，而接受光照的患者血压有明显的降低。12. 闭目动形。朋友们不妨试试，找一处清静之地，双目微闭，全身放松，以尽可能慢的动作打一套太极拳，充分体会缓慢柔韧、圆活连贯的要领，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13. 闭目强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日渐衰退，常常会遇到要记起某个人，回忆某件事，一时半会儿就是想不起来，抓耳挠腮，甚是痛苦。其实此时不妨闭目静养几分钟，待全身放松，心平气和，或许会灵机一现，豁然开朗。14. 闭目静息。老年人瞌睡少，睡眠欠佳是常有的事。遇到一时睡不着，或半夜醒来再也难以入睡时，千万不要心烦意乱，不妨闭目养神，以静其心，或许不久就能安然入眠。即使不能入睡，静息也能达到养生的效果。15. 闭目神游。静坐闭目，给想象插上翅膀，飞向野外，观灵山秀水，望天高云淡，攀泰山华山，听飞瀑松声，游长江大海。此时心怡神驰，心灵与天籁之声窃窃私语，人天合一，会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人到老年，不能日行百里，却能神行万里，这种精神畅游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目为人之灵窍，心灵的窗户，传神的灵机。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闭目可以养生。闭目养神对于中老年人以及终日劳心用脑或长期专一使用目力者是大有裨益的。闭目养神时，要排除杂念，精力集中，无思无虑，达到入静的境地，才称得上专一保养。
有暇之时，闭目养神，持之以恒，定会获益。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留下一句闭目养神，试试停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暂时停止接受信息，回到安住的时刻，让气血能量净化补充一下，你的精气神就回来了。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